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唐公子，怎么了？月色不错啊，不是吗？惭愧，好友离世，某还未有心情欣赏此等美景。听闻唐公子是江城身故前见过的最后之人。江城生死前，身旁除了在下，的确没有旁人。江伯伯骤风丧子之痛，捉拿了公子，令公子受屈，还请公子不要见怪。封剑侠可真是君子啊！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，我已亲口承认杀害了江城？唐某自作自受，算不得委屈。我虽不知公子为何要揽下这等罪名，可是听封剑侠所言，你是笃定我不是凶手？对，因为毒不是你下的。某来此，就是为了缉拿真凶，替死去的好友报仇。请公子助我。这对在下有何好处啊？真凶归案，公子自然洗刷嫌疑。这不算好处。诚然啊，即便某不出现，公子也定然有方法逃离。但是据某所知，唐公子先是卷入了郝文侯灭门一案，出寺不久，又成为了杀害阿成的疑凶。唐公子，即便你能逃出掩门，又能保证没有下次吗？难道公子愿意自己所过之处处处冤案，最后成为江湖公敌？封剑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呀。某在江湖漂泊，朋友不少。既然朋友不少，为何偏偏找唐某帮忙？因为此次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我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风兄，方才你说到的那处风景优美，你与江城的隐居之所是在花溪尽头，风崖之畔，流连小筑。待我们完成与江门主的7天之约，某随时欢迎唐公子和唐公子的朋友们光临寒舍。流连小筑。风兄，唐某从未见过燕江的晨景，不如你陪在下去船头一观。甚好。晨光和煦，好景啊！此等好景，最宜让人清醒清醒。唐公子，你这是违约！唐狐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封剑侠，你们的故事，唐某听了，兴趣有，但不多，值不上在下奔波的价码。某以为唐公子是个顾念朋友之人。唐某没有朋友，又谈何顾念朋友？封剑侠，你误会了。可是唐公子，别可是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没有朋友，你还想和黑心狐狸做朋友？怎么被吃的只剩骨头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唐公子，刚刚什么情况？你们昨晚不还相谈甚欢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了？那天江城告诉我，最早让他吃下星鬼九星丸之人是风传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生死之交吗？赤云，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我怕你忍不住。背信弃义之人，我确实不会忍。老子这就跟上去看看，要真是他下的毒，老子一刀就把他宰了。江老师，封殿下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来，快坐下。来，
把这个披上。钱青羽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冯剑侠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还有，那位唐公子呢？唐公子忽然翻脸，不再与某合作了。这过河拆桥。江二叔，你怎会来此啊？我还不是为了长儿的事儿吗？昨日听剑侠所言，长儿服食邪丸一事，另有隐情。没错，某怀疑他是被下毒了。竟然，可恶！真是可恶！剑侠接下来要作何打算？某与江城乃是至交，定然要将下毒之人捉拿归案，血债血偿。长儿有剑侠这样的朋友，此生不枉了。剑侠可否带上江某一起同行？黑白两道，我们雁门还是有一些门路的。多谢江二叔，这样自然是最好的。那咱们走，我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，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弄干。走。好。先不说这风传香是不是有问题，这江二叔怎么比江城的亲老子还积极啊？不太对劲，我再看看。干嘛还抽风啊？跟上。阿谁不解，既然如此，唐公子为何不直接去13楼买江少门主与封剑侠的真相呢？刘演布局这桩桩件件，就是想让我在雁门的穷追不舍之下，迫不得已再去一次13楼买消息来自证清白。可唐某束手就擒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于是他又派来了风传香。只要我不依他的计划行事，这一局他便赢不了。所以公子便将封剑侠踹下了水。可封剑侠为什么会听命于刘演呢？这便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了。江湖上的事，真让人匪夷所思，又让人毛骨悚然。叨扰，有主之宅，进门叨扰，方是礼数。你认为江城和风传香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？江城说，下毒之人就是风传香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说谎，但绝不可能在将死之时，在未了的心愿上去撒谎。所以，江城的话一定是真的。至于风传香，言语可以骗人，恨意和杀机或许可以通过巧妙的隐藏而不被人发现。但一个人住过的地方，天长日久留下的痕迹不会骗人，尤其是友情。就算他能骗得了1日、10日，但是他又如何能骗得了每一日？花月照江风。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，可究竟是什么样的误会，能让他们这么好的朋友不能当面说清楚？既然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，缺的就是一个不能说也没有机会去解释的误会。替江城压制毒性之时，我便发现他体内积毒恐有鲶鱼，因此半年多前，江城来找风传香时，他就已经身中星鬼九星丸之毒。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此事。风传香为了帮他延缓毒发，只能暗中继续让他服食邪丸，将其混进食物当中。可不巧，正好被江城撞见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我本就疑心豪府血案后，为何13楼送来的是榴莲小筑血案的线索？现在我更加确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。
可是公子早已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也知道卷入此事是柳衍的布局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一趟？这一切不过是唐某的推测，是真是假，入局还是先局，一探便知。唐丽子也很不错。挑担夫单两头，一头成，一头败。欢迎诸位来到不汉楼，敢问哪位客人率先出家？我客人出价几何？一双凄凉目，3根含恨指，5滴心头血，实在自由身。这是要换什么？一个真凶。扁担，你觉得呢？这位客人，这筹码怕是不够，除非什么？拿命来！江二叔，你这是杀你！怪就怪你自己非要惹祸上身。本来成儿一死，杀人凶手供认不讳，我大哥怒发冲冠，就会得罪中原剑会，到时候我理所应当就是雁门之中。这做梦都能让人笑醒的好事，居然就这么被你突然出现给搅黄了。我花了高昂的代价，跟13楼主换了一个杀你的机会。此时此地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你的闲事。你今日必死无疑。唐丽慈，你看到了，这样一粒小小的药丸，就能让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，亲人背义相杀。谁能抵御得了一夜之间坐拥荣华富贵和绝世武功的诱惑呢？我已经让他遍布整个神州，他重新现世，都是因为唐丽慈。这次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让你的朋友做你的警钟，谁让他们信错了人，你救不了他。流言的蛊虫，救不了他们。